小米，今天呢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我手上的这一堆我在美国买的开架彩妆战利品们。那其实大家一般去美国逛彩妆，可能想到的就是 Sephora， 可是这次呢，我比较特别花了一些时间去逛他们当地的开架彩妆。那我这次买的彩妆大部分都是在 CVS 跟 Walgreens 这2个连锁超市买的。为什么说是超市呢？因为它其实不是主要卖彩妆的，就是它里面有彩妆、生活用品、保健食品等等，就是东西岸都还蛮多连锁店的。如果你们去的话，可以查一下。好，那这次为什么我想要买这些开架彩妆？是因为 Sephora 的品牌虽然很多，然后它可能是专门在卖彩妆的，可是它的东西有时候单价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点。那这次的开架彩妆呢，我意外就是挖到了还蛮多宝，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便宜，几乎都是个位数的美金吧。反正详细的价格我到时候会再补充下面的资讯栏。好，那我这次买的东西有点多，所以我就快速的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因为9×5我都用过了。OK，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我们就按照上妆的顺序来分享好了。首先底妆的部分呢，我这次买了2款。这个第一个是 Milani 的粉底液，然后它其实上面是写就是遮瑕加就是完美底妆2合1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它应该是一个遮瑕度还不错的粉底。然后它的颜色还蛮多的。其实我发现美国的开架底妆，就算是底妆的颜色选择也蛮多的，所以比较容易去找到你适合你的肤色。可能因为他们有白人、黑人、黄种人，所以他们要出到那个 range 会比较广，让大家可以选择这样子。然后我挑的色号是00。好，那它的质地啊是比较偏向那种奶霜状的感觉，还蛮稠的。然后推开来呢，它的遮瑕力真的是表现还蛮优秀的。那我今天上的就是这瓶粉底，我觉得它的遮瑕力大概有中度以上，然后它也蛮好推开，其实用手就可以直接把它涂开了。那我觉得干肌到混合偏干应该都可以用这瓶，但是真的要挑一个缺点，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它的味道。我发现Milani的东西有时候都会有一个奇怪的味道，就是梅子味，很像梅子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闻过妙巴黎的那个小颗的腮红，它就是会有一个甜甜的味道，但是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个味道，所以如果你在美国想要买这款彩妆的话，你可以先闻闻看，你可不可以接受这个味道。但是它的整体的表现，我觉得以开架彩妆来说是还不错的。再来第2款粉底是这个 L'Oreal 的 True Match， 这个包装我觉得长得超特别，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觉得很像那种装隐形眼镜的罐子，有没有？那我不知道这个台湾之后会不会出，但是如果有出的话，我觉得干肌的人可以尝试看看，因为它的妆上起来就是比较偏向自然裸肌感，就是很服帖，然后保湿度也还蛮够的。那我挑的颜色是 Bone C1.5。它的颜色选择也有够多，我在那边挑好久。但是呢，它的包装这样设计是比较不好控制用量啦。那我稍微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挤太多了。它的质地推开来呢，就是微光泽，可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它的服帖度是很好的。那这款呢，我自己就更喜欢，因为我本身肌肤偏干嘛，那它上起来的妆感就是真的很薄透，但是又有修饰力。这个的话是我觉得干肌会比较适合的一款粉底。再进入到眼影的部分，眼影的话呢，我失心疯买了5盘，因为我觉得他们开架的眼影选择非常非常多，就是有单色的，有2色、3色，甚至这种一整盘的都有，而且价格啊，这些几乎都是不超过台币500块吧，我就觉得这么便宜，我干嘛不多买几个来试用看看？那我先从这个开始介绍起好了，这个最大牌的这个是 Revolution。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台湾买不买得到，但是这个牌子的眼影盘让我还蛮惊艳的。首先呢，这盘呢它里面有15个颜色，然后我挑的是比较暖色系的配色。那你们可以看它里面有雾面也有珠光的颜色选择，所以眼影的变化上会比较多一些。再来就是它的显色力表现，我觉得算还蛮优秀，是我这次买到的眼影盘中第2名的。等一下会分享第1名，你看哦，我这样随便上。它的颜色就是很饱和，然后也还蛮好晕开的，因为有些雾面眼影你上去你可能没有那么好把它晕开，但是这个上起来呢，我觉得以开架的彩妆来说表现是很不错的。像我今天眼上就是上这一盘，那我觉得它的雾面色表现比珠光色好一些，但是整体来说还蛮值得购入的一盘开架眼影。
在第二盘眼影呢是这个 ELF 的10色眼影盘，这个眼影盘它有出非常多不同颜色。那我最后挑的这个是 Rose Gold， 就是也是比较偏暖色调，但是它稍微会带一点点比较多棕色系跟酒红色系在里面。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配色是稍微比较更成熟个性一点点。那这盘眼影是我这次买的眼影盘中，我个人觉得显色力最好的。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喜欢欧美妆容，或者是你喜欢显色力好的眼影的话，这盘我真的超级无敌推荐。它刷起来的那个颜色饱和度真的非常的优秀。那我随便试几个，这个珠光色，然后还有它这个肉胎色，这个颜色也超好看，单擦也很知性。你可以看它，不管是珠光色还是雾面色，它的颜色表现力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一盘很值得入手的眼影盘。在 Maybelline 的眼影盘，我买了2盘，那这2盘都是雾面色的。那其实，在台湾，大家对 Maybelline 的眼影盘的印象可能比较薄弱一点，就是它之前出了一个12色眼影盘，然后我觉得那12色眼影盘有出好多个系列，可是显色力表现我觉得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我那时候看到这2盘的配色，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买回来试看看，因为它出的配色都超级我的菜。那我先讲这个好了，你看它的包装外壳是这种红色调，然后打开来呢，里面全部都是雾面的配色，这个配色我个人还蛮喜欢，而且它小盘比较轻巧好携带。那我一样随便试几个颜色给你们看。它的显色力呢，以 Maybelline 之前的彩妆来说，我觉得算是表现还不错，但是没有刚刚另外2盘的显色力那么好。我觉得还蛮适合，就是你喜欢雾面眼影，可是你不要显色力太强，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显色力中等的，就比较怕下手太重的话，这盘就很适合。而且我觉得这盘调的颜色还蛮好看的，就是喜欢暖色调妆容，但是口味又不会太重。好，那 Maybelline 另外一盘呢，尺寸更迷你一些，这盘也出了还蛮多颜色的，然后我一眼是被这个黄色给吸引，所以我那时候是买了这个是530这个色号。那一样给大家近看一下配色，它一样是全雾面的。那我们来试刷一下这个黄色跟这个橘色好了。它的显色力我觉得跟刚刚另外一个橘色盘也差不多，就是中等偏上一点的显色力。然后这个黄跟我之前分享过那个果汁 bar 的那个黄又不太一样，这个是比较偏芒果黄，另外那个比较偏柠檬黄，所以你可以看你自己喜欢的来下手。好，最后一盘眼影呢是这个 L'Oreal 的 Paradise。我们姑且称它为蜜桃盘好了，因为它这个是好像一个系列吧，然后包装都是有这个，这应该是水蜜桃吧，我也不知道。好，那这盘呢，它的配色跟我买的其他比较不一样，它一样雾面跟珠光都有，但是它的色系就是更偏粉嫩一点。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以粉色系配上大地色调，然后我们试试看一个珠光色，这个好了，然后跟一个雾面色，刚刚我忘了卸掉。这盘的珠光色我觉得表现就还不错，就是它的显色力很好，然后它的上妆起来的妆效，我觉得还蛮适合黄种人的皮肤的。而且我那意外发现啊，它的那个眼影也有那个淡淡的桃子味。这系列出了还蛮多，我后面会分享它的腮红。好，再来腮红的部分呢，我买了2个，一个是 L'Oreal 的，我刚刚才说的蜜桃系列的腮红，那这颗呢是193这个色号。我拜托你们，如果有看到的话，一定要买这个颜色。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百搭，而且上起来比它本人这样看起来更好看。我直接上妆给你们看。好，你会发现它的颜色真的就是像一颗就是熟透的蜜桃，然后它会让你的肤色就是很衬肤色，然后更显白的感觉。这颗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就是我会推荐大家可以入手。然后它小细节是它下面还附了一个镜子，可是没有刷具，如果有刷具就更完美，就是你可以带出门补妆。那另外一颗腮红呢是这个 Wet n Wild 的，这个我在那个上一支就是我去看 NBA 那天 Get Ready With Me 有上妆，你们想看它的妆感的话，你可以去参考那支影片。那这个色号是328B， 它上起来呢就是比较更偏橘色调一点点。就是蜜桃再带一点点橘色，然后它其实是有附刷具的，但是我回来就从美国回来之后发现这个刷具不见了，可能被我遗忘在某个饭店的角落。好，总之这个我觉得也还蛮推的，因为它上起来的颜色也很好看。再来打亮的部分呢，打亮我买的还蛮多的，因为我觉得欧美很多打亮是值得入手，而且这些价格都不贵，就是也是都是个位数的美金的价格。
些呢，打亮我先从这个我之前在4月最爱有分享的，因为这是我最早买的，就是 Milani 的打亮这颗，拜托大家如果看到一定要入手，就是它亮到没朋友，闪到宇宙去的那一种。好，这个我就不再上了，我一样在那个 NBA 那一支 Get Ready 我这边有上过，你们可以去参考它的妆感。像我昨天就是去那个梁静茹的欢唱会，然后就是因为我上那个打亮，然后就有人留言私讯给我说那个打亮也太亮了吧，到底是哪个牌子？好，我就是擦它 ，OK。再来这个 Wet n Wild 这个台湾也买得到的这2颗，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比较红的，就是有一颗比较红的颜色好像是香槟色的梦。我在台湾逛了好多家屈臣氏，一直都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去美国的时候就直接一次买了2颗。这个呢，我觉得它的亮度没有 Milani 那么亮，可是它的表现也算是以这个价格来说很不错的。那我先试一个，是这个321B 给大家看一下。它没有到那么嚣张，但是它还是在摆动的时候看得出光泽的。再来第3款打亮是 Revolution 这个，它长得跟 Milani 有一点点像，一样有这种粉红色的压纹。那我买的色号是 Peach Light， 就是比较蜜桃色的。那这颗我还没有上在脸上过，所以今天不如我就用这颗来上脸好了。我的打亮刷呢？好，你们先看一下，现在是还没上打亮的，然后我直接沾它。有吗？有，它的光泽也还蛮细致，而且这个颜色是稍微带一点点粉色的，可是它不会到太偏光的感觉。这个打亮我觉得细致度还不错。在第4款打亮呢是这个 ELF 的，这个呢我本来对它期望还蛮高的，因为我刚刚之前先用了这个眼影，然后就想说哇，他们家眼影那么显色，打亮应该也还蛮亮的吧。结果呢我一用之后，它整个被那个 Milani 给比下去，就是它的打亮的那个亮度，我觉得比较不够之外，它的粉质也没有那么的细致。我试在手上给你们看，这是刚刚另外2款嘛，这款我上在这，就是它刷起来很明显感觉到那个细致度没有那么的细腻，所以我就觉得它就是比起刚刚几款打亮来说，是让我比较失望的一款。那再来 ELF 的另外一款打亮呢，我觉得就比较值得入手。第一个是它的包装比较精美一点，它是这种雾面消光的黑色的盒子，然后打开来呢，打亮有够大颗，上面还有个镜子。那这一颗呢，我觉得它的光泽闪耀度可能没有刚刚前面就是 Wet n Wild 或什么哪里那么亮，可是它是比较适合日常的一款打亮。我一样是在手上给你们看。它这一个香槟金色，我觉得调的还蛮美的，所以就是一个日常很适合的打亮。好，接着进入到唇彩的部分，这支唇彩我买了3支，那我先从这个 L'Oreal 的这开始介绍起。这一支是它的雾面唇膏，然后色号是804，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台湾不知道是还没有出还是不会出。这个颜色呢是比较偏向裸棕色调。它擦起来颜色长这样，那我觉得它比较偏向丝绒雾感的妆感，就是不是那种纯雾面，所以算是还不太会显唇纹的。不过它的持久力并没有像一些雾面的唇釉那么好，所以就是你吃完东西什么都还是要补妆。可是我觉得这个颜色我挑的还蛮好，就是很好看，然后也还蛮欧美的感觉。再来第2支唇彩是 L'Oreal 的，这一支跟之前出的那个红酒唇釉的包装是一样的，只是台湾已经上市的是亮面款，然后这个是雾面款，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但是这一支呢，我觉得它的持色效果表现让我还蛮惊艳的，就是它上起来呢是比较偏向雾面的妆感，然后我吃东西什么的几乎不太需要补妆，它的持色表现力也很不错。但是呢，我觉得它就比较像跟 Maybelline 的那支液态唇膏比起来，我自己觉得它稍微更干一些些，就是会比较会显唇纹一点点。但是如果你Maybelline 的那个味道或者什么你不喜欢的话，或许你可以尝试看看这一支。那我买的色号是。色号在哪里？哦，358。这支呢，我在上一个就是跟 Paso 联名款的那支穿搭影片中有擦，所以你们想看实擦的话，可以去看那支影片。再来第3支是 Milani 的唇彩，这个我还没有用过，所以我今天就直接来擦一下。我买的是12号，这个颜色比较偏向玫瑰色。好，它擦起来啊，我觉得就是比刚刚 L'Oreal 那支更雾感一点，然后我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黏感。然后呢，我觉得它没有很好推开，就是不够滑顺，但是它遮唇色的效果算还不错的。那这支我觉得第一印象目前用起来是还好，但是我可能之后再看看它的持色力表现怎么样，再跟大家更新一下。好，其他剩下的是一些辅助的上妆工具。首先有这个 ELF 的定妆喷雾，这个我还没有用过，但是听说评价还不错。不然我现在来用一下。它的罐子长的是这种黑色方形，还蛮可爱的。哦，它的那个吃到。它的那个水柱的喷力还蛮强的，所以你喷的时候记得要离远一点。但是因为最近的台北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定妆喷雾目前对我用起来可能感受效果不大。我等天气热一点再用看看这一款好了。然后还有我买了2组刷具，第一个是这个 Milani 的旅行刷具组。这个刷具组有出3支，然后这个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跟 Regina 去逛的时候，她看到这个旅行组，她买，然后那时候架上是1组，所以我就没有买。结果她跟我说很好用的时候，我隔了2天我又去另外一家那个超市买了这一组，结果它的刷头真的还蛮软的这组我觉得可以买。它就是这样做比较短小型，就方便你携带，而且它的整支的那个质感做的还不错。那3支眼影刷分别就是你可以先用这个比较大的刷子去刷大面积，然后再用小的刷子去重点刷你的重点色的部位，最后你可以用这个纺锤型的晕染刷去把你的眼妆晕成比较自然的那个边缘。这组我觉得也是还蛮值得购入的。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我还没开的这个 ELF 的蜜粉刷。这个蜜粉刷是因为，我之前最爱用的是那个 La Mer 的蜜粉刷嘛，那个真的超级好用的，但是单价比较高一些，所以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可能预算没有那么高。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一支，我就觉得它的那个形状。感觉很疗愈。然后我现在本人拆开来摸，它的毛也蛮舒服的。那这个我一样，等我之后天气热一点上蜜粉定妆的时候，再跟大家补充我的心得。如果我有忘记的话，欢迎来那个 IG 私讯敲我这样。好，它的柄是做这样透明亚克力的设计，还蛮可爱的。那最后一样呢是 ELF 的美妆蛋，这颗是紫色的。那美妆蛋其实是我上妆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喜欢买各种不同的牌子来比较。那这一颗呢，它不贵，大概台币100-200块吧。然后我用它上妆了2次，它是做这样子。上面是这样尖尖的，然后下面是斜角形。我还蛮喜欢斜角形，是因为比如说我上了粉底，然后我会先这样子把它推开嘛，最后呢，你可以用这一面大面积让你的底妆更贴，然后这个角角的部分你就可以上一些边边，就是鼻翼啊、眼下啊，或者是嘴角之类的。那这颗它的柔软度呢，表现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只比 Beauty Blender 差一点点，但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然后，吸粉底的程度也不会算到太严重，所以算是一颗 CP 值表现还不错的。但是因为我还没有洗过它，所以如果时间久了，我的心得有不一样的话，我再跟大家更新。好的，那以上就是我这次在美国买的开价彩妆战利品们。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没办法一一上妆给大家看。但是如果你们特别想看哪一款上妆起来的效果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然后我可能会再分享在 IG 的贴文或者是限时动态，或者是别支影片再分享等等。然后之后的话，没意外应该会有 Sephora 跟 Ulta 的战利品。我真的买的蛮多的，因为这次开价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就会把它分成2集再分享这样子。好。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别忘了喜欢这边的话帮我一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